海贼王还有年就完结了，好家伙！最近关于海贼王完结时间的传言又开始变多了起来。即将过去的2022年，对海贼王来说是很有里程碑式意义的一年，不仅是漫画连载第25周年，也是尾田官宣进入最终章的重大时刻。而最终章这个说法是在今年7月份放出来的。和之国篇完结后，尾田宣布休刊1个月，归来后故事将进入最后一个章节。之前最二本也和大家聊过这个问题，虽然已经到了最终章，但海贼王的章节其实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长。比如按照官方的划分，从490话到597话都属于顶上战争篇，其中就囊括了香波地群岛篇、女儿岛篇、推进城篇以及马林庞多篇等4个小章节。这一长串的故事感觉过去了超久的时间，但他们真的就算是一个篇章。现在尾田在处理最终章时，很有可能参考这种结构，再次分出几个小章节，比如现在正在连载的弹尖岛篇，接下来有可能到来的巨人国篇等等，而将那场席卷大海的巨大战争放在最后的章节里。整体思路就是这样，我们已经进入最终章的故事，但离完结还有一段时间。就在7月份放出最终章的消息后，尾田与名侦探柯南作者青山刚昌进行了一场对谈，互相分享了各自的创作，并且剧透了2部作品进入结局阶段的一些信息。但是作业本给大家完整解读过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再翻翻看。但是就有一个问题，主持人直接询问2部作品距离结局还有几年？尾田的原话是：到现在为止一直有所偏差，所以无法有底气的说出来，姑且以3年为目标吧。这就是海贼王还有3年完结这个说法的出处。要知道，目前海贼王每年漫画更新话数在36话左右，就算3年更满，也不过就100多话而已。而刚刚结束的和之国篇就已经连载了148话，难道说最终章会比和之国篇更加短暂吗？所以这个说法一出现，立刻引发了不少读者的焦虑感，担心尾田会为了赶进度，最后将结局草草了事。毕竟从5档开始，海贼王烂尾的说法就已经出现了。不过从对谈时的原话来看，尾田其实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，而且他食言也不是头一次了。在海贼王刚开始连载的时候，他就打算用5年时间完结，其中1年半的时间就要聚集10个左右的伙伴。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连载5年的时候，海贼王的故事才刚到阿拉巴斯坦，所以海贼王完结的时间表，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人知道，包括尾田自己。7月份休刊归来后，海贼王的故事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最后阶段。香克斯、贝加庞克、伊姆、炽天使、恶魔果实起源等等一系列伏笔和秘密被揭开，剧情也越来越快，确实能感觉到尾田在收尾剧情。大家也是在紧张和担心的矛盾中，很快又过了大半年，甚至好不容易上线的剧场版 Red 也被谣传成了最后一部剧场版。终于到了12月底的 Jump Festa 2023大会上，尾田按照惯例发表了新一年的寄语，关于最终章又补充说明了一下。已经画了整整25年，明明是那么长的故事，但感觉最近还是有许多年轻的读者加入，真的很开心。虽然是我自己煽动大家一直说最终章就是最终章，但是不会那么快就完结的，希望大家放心，放松心情，享受阅读即可。所以在2022年末，尾田算是自己撤回了7月份那个3年之约，海贼王完结时间重新归零了。接下来的连载时间将是一个未知数，连尾田自己都没有答案了。其实从商业化的角度而言，周刊少年 Jump 也不太可能让海贼王轻易完结，更何况有了之前龙珠完结时的阴影，对待海贼这样的大 IP 会更加慎重。参考龙珠之前的完结经历，按照作者鸟山明原本的计划，龙珠的故事在天下第一比武大会悟空战胜比克后就完结了。然而由于龙珠人气太高以及巨大的商业潜力，鸟山明在各方压力下只能继续连载，直到最后的519话又连载了11年才算告一段落。当然虽说是被逼着连载，但后来龙珠人气最高的超级赛亚人也是在这个时间内诞生的，并让龙珠走向了另一个巅峰，成为更伟大的作品。用相互成就来形容更加贴切。回过头来看海贼王，目前没填的坑还有非常多，也有许多人物的故事没有交代完毕。不给自己设下时间限制，耐心的把故事讲好，才是真正对自己作品负责的态度。而对我们读者来说，海贼王的故事能陪伴我们更长时间，也绝对是个好消息。那么到这里，我就把海贼王完结时间这个悬案给大家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，希望谣言止于智者，开开心心的享受剧情才是最重要的。下次再有人问海贼王还有几年完结，你也可以说出自己的答案了。我是朱二本，下期见啦。